这就是我爱了7年的丈夫，是我孝顺了7年的婆婆，7年见证老人院，换来的却是……妈妈，安安呢？宝贝，小声一点，妈妈去偷偷给你看一下，千万别让奶奶给发现了。陈玉，你干什么呢？妈，天气这么冷，孩子受不住，我想着给孩子开会儿空调。就知道开，知道1度电多少钱吗？可是安安身子弱，我怕她顶不住啊。她可是您的亲孙女儿。亲孙女儿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？当初你骗我说是怀的南瓜，孕期连续吃了我8个南瓜，把这碗南瓜汤喝了，结果到下蛋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这么一只破碗。当初要是知道你怀的是个赔钱货，我就应该让你死在产房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不光了！你忍着点，忍着点啊！我去叫我儿子，你忍着点啊！财富加速了，加速！这呢！财富因为吃了太多良性素难产了快7年报到报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报销，签。之前不还好好的吗？恭喜恭喜，母子平安！哎呦，我的乖金孙啊！怎么是个没伴的？吃了我8个南瓜，这贱人竟然给我生了一个赔钱货！有这事儿在，你娘俩就别想在顾家好过。吵什么吵啊！妈，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什么吵？有什么事儿？还是你这好媳妇，就知道浪费，天天气我。你在外面赚钱那么辛苦，我让他节约点有错吗？陈月，你还嫌我不够烦啊？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在外边养家，把家里交给你，你就把家里给我搞得一团乱啊！阿长，我没有。儿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今天东城竞标那块地，我们中标了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好个屁！那帮没用的废物在竞标书上少写了1个0，老子足足亏了3000万。什么？3000万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这个破鞋，跟我们顾家8字相冲啊！自从娶了你进门，我们顾家就没有一件好事儿。当初你就该听我的，娶个有钱人。妈，别吵了。陈月，我饿了，去开饭。菜刚买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做呢，我现在就去。陈月，你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不做饭，你是不是嫌我还不够生气啊？还有你这个赔钱货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我看这次3000万亏空都是你娘俩克的，滚滚滚滚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滚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看见你们就晦气，滚远点！安安别怕，奶奶和爸爸现在都只在气头上而已啊！只要把这3000万的窟窿填上，老公和婆婆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安安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去前面的童装内等妈妈，妈妈晚上就回来，好不好？走吧。站住！我们龙城银行为私人银行，只有会员可以进入。我是会员。你是会员？我们龙城银行可不是市面上乱七八糟的野鸡银行，我们会员的存款起码这个数起步。5万。5000万？连我行的入行标准都不知道，也想冒充大款？隔壁那条街有个农商银行，你兜里180块的买菜钱还是去那儿存吧。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啊！就这副穷酸相也想混进去啊？哎，不信你让我试试，我真的是会员。我知道龙城银行的账户它是有人脸识别的。既然知道我行的账户是人脸识别，保安扣下他！哎，来着他！
大小姐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楼下。住手！行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刚捉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小偷，正打算押送到派出所呢。蠢货！我看你才是小偷，睁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，这是我行超 S 级贵宾，我们银行的大小姐。全球只有3位的超 S 级贵宾啊！大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苏管家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大小姐，现在是老爷病重，群龙无首，求你回归接手恒星集团董事长的职位。苏管家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当年我妈离世3天，她就带着那个杀害我妈的人回家，那时候我就发誓，我与陈家再无瓜葛。可是老爷他后悔。没有可是，后悔能改变他伤害我妈的事实吗？可是不必再说了。我现在已经有了老公和家庭，我女儿还在童装店等我接她回去。我这次来是来处理正事的。我记得我在龙城银行有个账户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里面应该有1个亿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里面应该有1个亿。是的，没错。初始资金设有1亿，加上这2年的利息，一共是1亿3000万零47万。竟然还有利息，太好了！除了这3000万，还剩47万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我在金库有一只玻璃种的翡翠镯子，你帮我一并拿过来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辛苦了，苏管家。安安，待会儿我们回家之后，你把这个手镯送给我。哟，这不是高中班花陈月吗？这么些年没见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主子？哎呀，小子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来自己家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这手镯成色这么好，肯定很贵吧？不贵，只是一根冰种的翡翠手镯，现在市面上也就10几万吧，配您啊还是便宜了。10几万？哎呀，阿成，你看看人家楚小姐，人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，还是大企业的高管，比起那个黄脸婆，不知好了多少。楚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换了门锁吗？一会儿啊，我还去要见我未来的婆婆和老公，对方可是身家千万，住独栋别墅，上市公司老总。不像你啊，就会装。原来阿成说的前妻就是你呀！有你这种老婆，难怪阿成天天愁眉不展的。你们认识？也不算，只是之前高中刚好是一个学校的而已。不过啊，他高3就没念了，据说是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，去读了个什么中专。你胡说！我成绩年年都是年级第1，那是因为什么呀？阿姨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从小谎话连篇，就爱装大款。当然知道，当初阿成啊，就是被他骗了。结婚前以为是个富二代，结婚以后才发现，他是个兜比脸还干净的晦气货。陈月，我妈说的对，要不是当初公司说你是富二代，我会娶你。老公，儿子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赶紧呀，和楚小姐联络联络感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天就和那个晦气货离婚，明天呀就和小子领证。妈，我和建成还没离婚呢，你就急着给他介绍新媳妇儿，你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呀？我过分，是你过分才对吧？自从你嫁进我们顾家，就没有一件好事儿。我看一定是你这个晦气货给克的。行了，陈月，我妈说的对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在事业上能帮助我的女人，我们还是结婚吧。不，我不要离婚。建成，我也可以帮助你事业的。你能帮我什么呀？人家小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跟恒星集团合作上市公司的商务总监，只要我和他结婚，他就能给我一个3000万的项目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公司就救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他恐怕连什么是恒星集团都不知道。恒星集团，
是我家的东西。也罢，就让你这个晦气货开开眼界。恒星集团是陈家家主一手建立的顶级豪门，总资产可以买下1000个美国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懂吗？窝囊废！好了，阿姨，你跟他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呀？那恒星集团有多有钱，其实陈月这种人能理解得了。我家阿成啊，真幸运，能遇到你这种自带恒星集团资源的福星。果然，选老婆啊，还是得选大企业的。其实像我这种公司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恒星集团资源的。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小资他爸是公司高管，恒星集团的高管我都认识啊，哪有姓楚？阿成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，恒星根本就没有姓楚的高管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会知道恒星集团的高管姓什么？恒星的所有高管证都在官网信息上面，不信你们看。他有儿子，还真没有姓楚的耶。小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规定就一定得跟爸爸姓呢？那你说说，这上面哪个是你爸爸？我爸爸，我爸是他。苏管家，我怎么记得苏管家好像就一个儿子？这就是我爸苏海生。这次给你们故事3000万的项目就是我爸给的。他原先是不同意跟你们故事合作的，就是因为知道了咱们的关系，所以这才……保证不让老丈人失望。老丈人，阿成你别啊！去，行了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们家阿成找到了富家千金。妈，别跟他废话啊！对了妈，小资送你这翡翠玉镯，你还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这10万块钱的冰种翡翠手镯啊，是某些没用的东西啊，这辈子都送不起的。妈妈，你让安安送给奶奶的东西还送不送？送给奶奶。哟，你也给阿姨送了礼物呀？他能有什么好货呀？我猜呀，肯定又是在什么地摊上买的。你看看，什么礼物是用报纸包的呀？这摸着像是个镯子哎。陈月呀，我说你买不起就别送，免得出来丢人现眼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是传说中的判龟。这判龟一共有2只，相传是昭君出塞时所佩戴的宝器，其中1只上个月在湘江拍卖会拍卖，起拍价8000万。8000万！这8000万的手镯是你这个废物准备的礼物？你的钱是偷了还是抢了？反正不是你们顾家的钱。哎呦，你还真是抢银行了呀！等我那钱下来了，你让我们顾家的脸往哪儿放呢？这镯子我1没偷2没抢。好，是我妈妈的遗物。陈月，你以为我会信你？阿姨，我看啊，他就是买了个 A 货来忽悠人的。没错，就他兜里那3瓜2枣，肯定是 A 货。你送堂堂顾氏集团老夫人 A 货手镯，陈月，你是存心让别人看我笑话吗？你是存心让别人看我笑话吗？陈月，你现在谎话连篇，3番2次对我妈不敬，现在就连安安都被你带坏了。离婚，必须离婚，孩子归我。要赔钱我干什么？我顾家只要孙子。阿姨呀，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模样长得还行，等长大了换彩礼也是不错的。你喜欢孙子，等我嫁进来给你生就是了。你个斗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主子！哎呀，阿成，你老婆好凶啊，都赊着我了。给我放下去。等等，月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时间了，离婚协议签字吧。对了，把他单独关，孩子都让他带回来。
放出去！放出去！放出去！这就是我爱了7年的丈夫，是我孝顺了7年的婆婆。7年间我任劳任怨，换来的却是……喂，是苏管家吗？我愿意回来继承恒星集团，但我有个条件：恒星集团绝不能与顾家和楚资有任何合作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我失去的都拿回来。阿成啊，赶紧跟那个陈月啊把婚离了。等你们离了婚，妈就给你和小子啊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妈，离婚哪那么容易啊？陈月摆明不想签字。既然他不愿意，那就想办法让他愿意呀。他不是最喜欢那个赔钱货吗？我们就把他卖到缅甸去。妈，卖女儿是犯法的，嫁过去总不犯法呀。你表二舅的痴呆儿子就在缅甸，还说以后找不到媳妇呢。我们把他嫁过去，还可以赚一大笔彩礼钱。妈就用这笔彩礼钱呀，给小子当彩礼。喂，楚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让你去套近乎，你给我把人得罪了。恒星集团的苏东刚刚亲自来电话，取消了我们公司和恒星的一切合作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就糟了？明天开始你就不回来上班了，你没结过了。怎么了，小子？没怎么，那个阿姨呀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阿成，快去送送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阿成，楚子这丫头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？楚子这丫头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？小资是大公司的高管，每天忙的都是大事，他可能就有大事。陈月那没用的东西，确实强多了。3000万的亏空，说补就补。这下呀，妈可以睡个安稳觉喽。哎呀，强哥，这可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这次我可帮不了你，听说是我们大小姐点名停了你们公司合作的。与其求我，倒不如想一想，你们到底哪里得罪了大小姐？大小姐，我也不认识呀。难道大小姐认错人了？肯定是的。强哥，你没有办法让我见到大小姐，我亲自跟她解释。大小姐失踪了7年，近期才回归。这种天之娇女，岂是你想见到就能见到的？不过嘛，3天后，集团会为大小姐举办回归宴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不过嘛，以你的身份，恐怕没资格参加这晚宴，除非……哎，强哥，只要你愿意带我进去，我什么都愿意呀。妈妈，这是我给你带的一个馒头。谢谢安安。你晚上吃的什么呀？奶奶她说我吃了也浪费，她给我吃了一个辣条，半个馒头。婆婆她竟然这么对安安，是我错了。宽容和忍让，得到的永远只会是轻视和变本加厉的欺辱。安安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我们离开这里之后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好吗？你个小贱人，你把他的贱手拿出来！小贱人，你进去！进去！贱人，这些年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现在还说是小贱种偷我家的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偷了我家多少钱！这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藏了私房钱！妈，怎么了？大晚上的吵什么吵啊？儿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这臭女人藏了私房钱。龙城银行银行卡，龙城银行银行卡，什么龙城银行卡？陈月，你这卡哪儿来的？虽然是我自己的，难不成还是你们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这龙城银行银行卡只有身价1000万
才能注册登记，身价1000万。老婆，老婆，你真是隐形富豪啊！他是隐形富豪，我就把头拧下来给他当球踢。这么些年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他掏过1分钱吗？他就是不想跟你离婚，做了张假卡骗你的。看看卡里多少钱？0元。我就知道你是假的。陈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居然给我张废卡！你们才让我失望！谁告诉你是用银行卡存款？大姐好，老太太好。大姐，你要的3000里48副现金，我亲自押送过来。辛苦。这是老婆，原来你真是隐形富豪啊！这本来是给你的钱，可你不是要离婚吗？不离了，不离了！都是婶子那个贱人蛊惑我，我不是真心想离婚的。啊，对，都怪我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永远。现在的钱哪来的？帮我回哪儿去？好。陈月，还有婚内场，我告诉你，离婚协议我会在3天之内发。至于安安的抚养权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看谁敢动！月的钱就是我儿子的钱，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不许搬，谁要是搬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陈月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别以为你是千金大小姐就了不起，还不是被我儿子玩烂的破鞋。要是离婚了，带点拖油瓶的破鞋，看谁要你！大胆，竟然对大姐姐出言不逊！我就出言不逊了，又怎么样？顾建成是我儿子，陈月是我儿媳妇，顾安安是我亲孙女儿。我不仅要出言不逊，还要打这个偷藏私房钱。大姐不是你们等羞辱的人，不想你们顾家明天就破产的话，你们最好识相一点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的意思是你们2个互打，打到大姐满意。妈，对不起了。恭候大小姐回京。陈月，那是苏海生，明星集团的苏海生，他怎么会和陈月在一起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啊，哥，你们怎么在地上呀？快起来呀！妈，你脸怎么了？外面那些人走了没有啊？你说那些保镖和苏总？苏总？对啊，就是航信集团的苏总呀！我刚刚啊还看见嫂子上了他的车。苏总不是小子的爸爸吗？哇，我就知道陈月这个贱人怎么突然就有钱了，是当了恒信集团苏总的小三儿。贱人，我要离婚！儿子，别离婚！这个贱人突然松口那么快，肯定是想嫁入豪门了。凭什么他想嫁就嫁，想离就离？不要个7、8千万，咱们坚决不同意离婚。就是。对，妈，你说的对。大小姐，这是按照您的要求找的房子，离小小姐的幼儿园步行只要5分钟。安安，喜欢这个房子吗？喜欢。安安终于可以不用睡宠物间了，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。去玩吧。小小姐居然睡了7年的储物间，这顾家真是禽兽不如。这些年，顾家对小小姐和你百般的羞辱。您现在恢复了身份，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做？现在的顾家战斗太低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 3天后我就回归了。
邀请顾家一同前来。我要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喂，什么？恒星集团新任董事长的回归宴，邀请我们顾氏一家出席，还是新任董事长亲自邀请的。恒星集团新总裁亲自邀请，哥，你是怎么认识这新总裁的呀？我们顾家真是要一步登天呐！想我在恒星工作3年，我都没有见过这传说中的大小姐。不对啊，在恒星集团，除了认识你，不认识其他人。难道是？肯定是我那乖儿媳陈月，不是，肯定是我那乖儿媳楚姿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哥呀和恒星苏董的千金在一起了，这刚在一起啊，就给我们家3000万的订单，还邀请我们参加大小姐的回归宴呢，多有排面呢！你这真不错呀！儿子，这酒店真有排面。门口光豪车就停了几10辆，那可不，这可是我们恒星集团大小姐的回国宴，全海城最牛的顶级世家全都来了。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顾氏已经迈入顶级豪门的大门了？对的嘛。那可不，只要我们有楚子嫂嫂的帮助，我相信我们顾家一跃成为顶级豪门指日可待呀！那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怎么进来？那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怎么进来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儿，穿成这穷酸样。有些人呀，就算是有钱人的小三，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。哎我看上次你的巴掌是没挨出，还敢提上次？陈月，你现在耀武扬威，不就是仗着是苏总的小三儿吗？也不自己撒泡尿照照，要脸没脸，要身材没身材，穿的还这么穷酸。苏总对你也就是一时兴起，可我家儿子就不一样了。人家苏总的千金呀，对我家儿子那可是情根深重啊！真的吗？那可不，这一次我们顾家可是受邀前来参加大小姐的回归宴，和你这种连请帖都没有，只能靠女伴进来的小三不一样。新嫂嫂，你说的那位新嫂嫂，不会是后面的这位楚姿小姐？你说的那位新嫂嫂，不会是后面的这位楚姿小姐？楚姿，你来了，妈，楚姿来了。阿姨呀，哎呀，小姿啊，我真要跟你说呢。陈月这贱女人呐，勾引上你爸了，你可要注意呀！我爸就是你爸，苏海生，苏总。我女儿那天啊，亲眼看见他上了你爸的车。陈月上苏海，不上了我爸的车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宴会啊，陈月这贱女人啊也来了。对呀，嫂子，赶紧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三赶出去！记住大小姐的脸，这是大小姐7年来首次回归，要是怠慢认错了，可有你们好受的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老婆难道真是富豪？大小姐，今天是你们的回归夜，苏总特意遣派了保安队大队长林强为您保驾护航。她不是大小姐吗？瞪大你的狗眼！你面前是恒星集团唯一的大小姐。瞪大你的狗眼！你面前是恒星集团唯一的大小姐。这照片上照片出错了，我天天待在苏董身边，我能不知道谁是大小姐？小姿，你不是说你爸是苏海生吗？怎么是恒星集团大小姐？我哪知道啊，既然认错了，那我这不是怕阿成因为我的身份疏远我吗？阿成啊，对不起啊，之前骗了你。其实苏海生只是我们家管家，恒星集团董事长才是我爸。怎么会疏远呢？阿成，你可是给妈找了一个金蛋亲媳妇。那可不。这位，那不陈小姐吗？阿成啊，你赶紧跟那个放大款的小三离婚，跟我的宝贝亲儿媳登记。陈月，
你要是还识点相的话，就赶紧净身出国，要不然呢，我要我的金嫂嫂把你赶出海军。到时候，就算你想去商场里当个保洁阿姨，都得跪下求我的新嫂嫂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求我，我说不定还能让阿成给你个10万的分手费。不然的话，别说保洁了。就算是想刷马桶，我也能保证让你没马桶可刷。10万分手费，哎呀，太贵了。哥，阿成的钱也就是你的钱呐，何必给这个贱人？陈玉，你要识相了，就赶紧签离婚协议，不然我就把你恬不知耻当小三的事情说出去。妈，你跟这种烂货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这女人不听话就该打。你又是陈月哪个品种？沈什么总？我说陈月，这么多年你真的是半点长进都不长。当年骗我哥说你是什么富二代，现在又当小三，还帮小白脸装富婆。你也不瞧瞧，这小白脸长得这么好看，哪里是什么当总裁的料呀？我说你这个叫什么沈燕安哟，名字还挺好听的，沈燕安是吧？这陈月给了你多少钱呀？我给你双倍好不好呀？哼，就陈月这个穷酸样，到时候你能不能拿得到钱都不一定呢。顾荣，在说什么？大哥，沈氏集团总裁沈延安沈总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就是陈月帮的小白脸。狗嘴里吐出象牙，竟敢侮辱沈总！沈总您放心，我马上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开除。主啊，你要开除我！李部长辛苦，把这贱人一家都赶出去。你凭什么赶我们？我儿媳妇可是恒生集团大小姐出资。啊呸！少忽悠了，我们董事长姓陈，怎么可能有个姓楚的女儿？小三是个母性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骗我？谁不知道？大小姐的母亲也姓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啊！林队长，快把他们都赶出去！别走，我们有请帖。哦，对，请帖。请帖哥，那请帖都给你了呀！你们什么档次？竟然有大小姐回归宴的请帖？我们这次宴会来往的可都是各界名流。哎，这儿呢。难道你们真的是大小姐亲自邀请的客人？难不成？沈总，您看这……我从小和恒星大小姐一起长大，那个楚子根本就不是恒星大小姐。我就知道，顾荣，你平时工作中稀里糊涂也就算了，今天可是大小姐的回归宴，你居然整成家庭节想混进去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保安，给我把这群人都赶出去！带走！这不可能！他乱讲话！陈月，你给我作证！陈月，你说话呀！好久不见，听说你要回来继承恒星了，很高兴。如果你离婚需要律师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不必了，沈延安，当初我妈去世，你迫不及待的解除婚约，要出国。现在我重掌恒星，你又迫不及待的回来找我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的是什么心思。既然我们当了7年陌生人，那现在就更应该保持距离。沈总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陈小姐，当时您出国是因为生了病？月月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，她这次回归恒星，
一定很危险。你吩咐下去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。沈总，至于我之前出国的事，一定要保密。这个臭小三还真敢进来，胆子可真大。小子啊，他就是你说的结婚了还和苏董拉拉扯扯的贱人啊！我看长得也不怎么样嘛。你没听说吗？男人就喜欢这种没什么背景的，好操控的，等到玩腻了，给笔钱就甩了。刚刚建成和阿姨没让保安把你这个小三儿赶出去吗？今天是我的回归宴，像你这种没文化、恬不知耻当小三儿的，不配到我的宴会。你的回归宴，楚子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是你的回归宴吗？你个臭小三胡说什么呢？我在门口可是清清楚楚的听到，总裁特助当着大家的面说，小资才是集团的大小姐。某些小商自己身份卑微，想要进高端场合，就得给别人当情妇。我看呢，他是嫉妒我们小资。陈月啊，你最好识相点，自己滚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念老同学面子，喊保安把你赶出去。喊保安把我赶出去？楚子，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？我堂堂恒星集团大小姐，在我的回归宴上赶走一个我家管家的情妇，不是信手拈来吗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识相点，赶紧给我们大小姐磕头道歉。兴许我们大小姐一高兴啊，就留你在宴会上当一个托盘的服务员。你是疯了吗？敢对我朋友不敬！保安，保安，赶紧把这个臭小三赶出去！强哥，你就帮我这一会儿，晚上我就……臭三八，谁允许你在恒星地盘对恒星大小姐不敬？大小姐怎么可能？强哥，林保安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面前这一位不过是我家管家苏海生的情妇，才不是什么大小姐。你家的管家，情妇？这不是？你说这位小姐就是苏管家苏海生的情妇，那您的意思，你就是恒星的大小姐喽？没错，我本来还想低调些，但刚刚在宴会厅门口，总裁特助已经揭露了我的身份。在宴会厅，总裁特助已经揭露了你的身份。好，大小姐，这什么情况？既然他想装有钱人，看在同学 A 厂的份上，给他个表演机会喽。你这个臭小三说什么鬼话呢？什么叫装有钱人？我堂堂恒星集团大小姐，本来就是有钱人，倒是你为了装富家千金，还请了个托儿来喊你大小姐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配得上这个称呼吗？还有你这个陈月请来的臭托儿，赶紧拿钱提前收工滚蛋吧！再不收工，小心我让我家保安队长林强把你给赶出去！林强，连名字都叫得出来，看来你跟这位小姐很熟啊！啊，我这就让三八赶出宴会厅。林保安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懂了。你该不会是被这两个演员给忽悠住了吧？真以为她是什么大小姐呢？这个贱人才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我和她是中学同学，她家里有几颗铜板，我可清楚得很。真要是什么有钱人，何至于中学没念完就辍学读什么中专？还真是奇了怪了，我出国深造国际金融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辍学念中专了呀？屁个国际金融！几年不见，陈月，你真是越来越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
你要真是什么国际留学生，又何至于给顾建成当这么些年的黄脸婆？现在就敢装不孝，是不是转头就该抢我身份，说你才是恒星大小姐？没错，我就是恒星大小姐。陈月，这真的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且不说你当我面儿就敢口出狂言抢我身份，单论你这穷酸样，看看自己穿的什么破礼服，就敢装有钱人。娜娜，你说他好笑不好笑？好笑。陈月啊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人把你还有你请的这个臭托从宴会厅丢出去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让你颜面无存。等等，小叔，他这件衣服好像不便宜。不便宜，款式这么简单，一看就是5元店买的一次性破烂货，能有多贵？我不知道 Alex 的得意之作，怎么在楚小姐眼里就变成了5元店的一件破烂。Alex 又是谁啊？你别以为你说了个什么洋名就能糊弄我。你不认识 Alex？ 当然不认识。我们这些富家千金啊，可只记得住重要人的名字。什么乱七八糟的阿猫阿狗可入不了我的眼。来，我来给你科普一下 ，Alex 是与恒星集团深度合作的国际大设计师，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变成了阿猫阿狗？国际设计大师，我这几年刚好在国外没怎么关注这些。哎，不对啊，陈月，你个臭小三儿都穿得起设计款，看来没少捞我们家油水啊。恒星要是有你这种蠢货当家，我看迟早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吗？他侮辱我也就算了，现在还侮辱恒星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啊！没错，侮辱恒星又侮辱大小姐，这种不分尊卑的人是该赶出宴会厅。林强，你疯了！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敢抓？闭嘴！如果我没记错，今天宴会邀请来的都是与恒星有过合作的企业高管，或者未来将会有合作的世家名人。请问楚小姐，您是企业高管还是世家名人？这种怎么给我放进来的？都怪我，都是个贱人，他勾引我，我一时心软，我才……林翔，你在恒星集团也待了7、8年了，这种低级的错误都会犯吗？我看这次晚宴以后，你就去行政部发吧。啊，是。什么情况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父亲陈强是集团老总，我母亲陈郎是公司创始人。我是恒星大小姐，恒星新任总裁陈月。我是恒星大小姐，恒星新任总裁陈月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骗我的！你这个黄脸婆，别在！怎么了？是谁允许你在恒星地盘对恒星总裁大呼小叫？大小姐，你看怎么处理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？嘴既然这么臭，那就送去洗洗。带走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真是骗子！你们被骗了！大小姐，我不是好歹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我求你原谅我。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们给你赔罪了。都起来吧，我们不配起来。公是公，私是私。开始你们确实因为楚资得罪了我，可我并不会因为这样而迁怒于你们家族。只要你们公司实力够硬，恒星是不会取消与你们的合作的。强哥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求我也没有用。今天你得罪的是大小姐，如果我放过了你，那大小姐也不会放过我。住手！小林，放开这位小姐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楚小姐，
你也不想被陈月那贱种赶出海城吧？不如我们来谈笔交易。真晦气！今天宴会本来是我们顾家一飞冲天的日子，竟然让陈月那个贱女人给毁了。我这礼服花了几千块买的，竟然连宴会厅的门都没进到。这陈月呀，也是个有本事的，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没想到竟然一下子抱了2个大王，一个恒星的苏总还不够，还来了个什么沈总。哥，你这绿帽子呀，可是戴得死死的。我说那个贱人之前咬死不离婚，现在答应这么快，原来早好他下家了。儿子，你也别气，这离婚协议不是还没签吗？只要1天不签，那陈月还是我们顾家的人，无论那个姘头给他多少钱，都有我们顾家的一半。一半？那可不少钱呀，毕竟那2位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呀。哥，我们顾家这是要翻身的。那个小贱人还有点用处啊。喂，顾先生您好，如果您下周再不还清欠款，我们将对您执行强制破产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，儿子？刚刚银行发来律师函，下个星期如果再还不清欠款，我的公司就要破产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楚小姐不是说了要给我们一笔来自恒星的大订单吗？对呀，这订单明明签了，可恒星那边迟迟不给消息。如果再还不清欠款，要债的就要上门了。妈，妈醒了，好点没？儿子，你快打电话问问楚小姐什么情况啊？对，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没人接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嘛？一会儿沈总不认识，一会儿赵主管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一会儿订单取消又消失。哥，这楚子怕不会是个骗子吧？不会的，楚小姐不会是骗子。啊，你看前几天送给我的冰种翡翠手镯，还戴在我手上呢，这手镯要值10几万呢。哎呀妈，你被骗了！这哪里是什么翡翠手镯？这不就是网上9块9包邮的玻璃镯子吗？这不可能！这要是真翡翠，哪能一摔就碎啊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儿子，你再给楚小姐打电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。所以你想让我冒充恒星集团大小姐的身份，把陈月赶出公司，这怎么可能？按我对陈月的了解，她肯定会隐藏身份下公司基层，你只需要在这段时间内让她名声扫地就行，其余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楚小姐，你得罪的是恒星掌权人，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邀约，你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。夫人，楚小姐的手机一直在响。喂，建成啊！喂，建成啊！哎，通了！小子，你今天在宴会厅怎么突然跑了？后来来了一个叫什么沈总的，说你冒充千金大小姐，把我们一家都赶出来了。你今天给个解释。我当时着急参加回归宴，就先走了。至于沈总，是沈燕安吗？他是我的前未婚夫，可能是知道我们要结婚了，心里妒忌，所以找了个理由把你赶走了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小子。那3000万订单呢？至今都没有消息。如果再不还清银行欠款，我们家就要破产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爸知道了我们的事，决定追加投资。毕竟你作为我未来的老公，恒星未来的当家人，3000万的订单实在太少了，他准备直接给你3个亿。3个亿？小子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！
那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着什么急呀？我既然都答应你了，肯定不会骗你的呀。而且我现在虽然已经回归，但毕竟恒星还没掌握在我手上。等我彻底掌握了公司，别说3个亿了，30个亿都能给你。好了，我先挂了，我还在宴会呢。3个亿？哎呀，这娘们儿怕不是假的吧？挂这么匆忙，心里肯定是有鬼。事情都这样了，只能等等。妈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陈月了？她真是千金大小姐？没有这个可能。你们结婚都这么多年了，她有往家里拿过1分钱吗？更别说当年我花了好几10万给你们办酒席，她那边一个人都没来，害得我一下子亏了6位数。她要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把头拧下来，让她当球踢。妈说的对，我看陈月呀，也不像个有钱人。我看呐，8成啊，就是跟咱2个姘头一起演的戏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儿子，刚才你不在，我和蓉蓉查到了陈月那贱人，除了苏海生以外，还有一个叫沈月安的姘头，也大有来头。他是世界第2的芯片公司老总，身价上千亿。陈月这个贱人走了什么狗屎运了？下周就要宣布我们破产了，儿子，你得抓紧想办法呀。妈，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可想了。快看，这一套下来不得上100万呢！妈，你看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数字还真是千金大小姐，这不是比那个陈月当小三强多了吗？你可要把握住啊！对。喂，小子，是我，你亲爱老公建成啊！大小姐，这是这几年的财务报表。现在各部门都被你父亲后面娶的那位把持着。虽然说恒星现在是金融寡头，但是利润远远不足以前。想揪出其原因，还得越轨。离家7年，我才发现我所经营的婚姻不过是一场泡影。因为我的退让，我母亲一手创立的恒星集团被魏的那个小三给污染；因为我的懦弱，我的女儿被顾家人给欺辱。苏管家，你说我是不是大错特错了？大小姐，你现在能明白这些，还为时不晚。宣布下去，下个月1号，我要重回恒星。大小姐，那这个月你打算怎么做？楚子并非我司员工都能随意使用的恒星资源。显然我不在的这几天，恒星内部已经变成了一滩废泥。从现在起，我决定隐藏身份，潜入基层，把吸着恒星血的那些蛀虫全部赶出恒星。大小姐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入职恒星的投资商务部，职位是投资经理，没人会知道你大小姐的身份。车在下边，我现在就送你过去。不需要。安安，妈妈跟你讲啊，待会儿呢，苏伯伯送你去上幼儿园，妈妈有点事情，晚点回来好不好啊？我待会儿自己坐地铁去就行了。啊，坐地铁？大小姐，这与你的身份太不相符了吧？既然在演戏，那就要装得像一点啊！从现在起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失婚妇女。什么？大小姐要来？主管，这新来的同事是什么身份啊？大冬天的还让我们一起在楼下接待？不该问的别问啊，你只需要知道是个大人物就行。大人物？难道是传说中那个消失了7年，近期才回国的恒星集团大小姐？不是说隐藏身份吗？是谁泄露的消息？怎么门口围着这么多人？看来事情瞒不住了。你谁呀？走开，别挡道，我们接人呢啊！你说我？
不是说你还要说谁呀？没掉我家就好。您就是恒星投资部主管魏主管吧？你好，我是今天新入职的投资经理田月。主管，他不会就是你说的大人物吧？切，怎么可能？别闹啊！大人物长什么样子我是见过的。夫人，您推的这个人可没学过金融，把他安排到咱们商务投资部，是不是有点草率？区区一个小组副组长，有什么草率的？可听说大小姐即将回归，这……你也说了，大小姐是即将回归，你那老不死的性格，会贸然让她消失7年的女儿接管这么大一个企业吗？您是说，她就是大小姐？老爷子在对她考察。像吗？我去，咱们家最新款的包包，价值2万美金的鞋子，还有价值海市1套房的高定衣服。哎呦，楚小姐，我是恒星商务投资部组长魏和。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也不算认识，中学同学而已。楚资，我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吗？你还敢来恒星？教训？什么教训？我堂堂985名牌毕业生，一个臭中专的，能给我什么教训？中专？咱们公司招人不都是硕士起步吗？魏主管，我妈都跟你说了吧，我对身边的工作环境要求很高的，不喜欢和废物做同事，特别是中专毕业靠给男人当小三上位的废物。小三，怪不得一个中专毕业能进咱们恒星。他当的是哪个高管？咱们现在公司高层可没有年轻的，真是豁得出去。是，朱小姐，您放心，以后他不是您的同事，他呀就是一保洁员。保洁员？明明我才是投资经理。你也配当投资经理？我们恒星集团业务部啊，负责的可都是公司的重要项目。我们在座的哪个不是名牌大学生？你一个中专毕业的呀，说实话，当保洁都勉强。你什么你？想起来了，你进来根本压根就没面试吧？我不管你是谁塞进来的，要想进我们商务投资部，你就只能从保洁员做起啊！楚小姐，以后他陈月就是您的专属保洁员。你。陈大小姐，如果你不想刚进公司就暴露身份的话，那就拆穿我了。行，我给你做保洁。您请，您请。喂，苏管家，帮我调查一下楚子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一个亲自被我赶出恒星集团的人，为什么他还能回来？史小姐，以后这个是您的位置，您有什么吩咐，随时告诉我。楚小姐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行，我正坐你背后。这是给大家的见面礼。哇塞，这瓶香酒我想买很久了，我一直舍不得买。哇塞，这是 C 牌人手链吧？限量款的，都炒到5、6万了。楚小姐出手这么大方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消失7年，下个月即将成为董事长的大小姐？我来基层历练这件事情，还请大家给我保密哦。没问题。何德何能，能和恒星集团唯一的大小姐当同事啊？是啊。你个臭保洁的，过来干什么？啊，没看见我们在和大小姐联络感情吗？快滚！我凭什么滚？你不识字儿吗？这是我的工位。你的工位？笑死我了！你个臭保洁还有固定工位呢？还真是你的名片。不过，你个浑身散发着臭鱼烂虾气味的臭保洁，进来我们办公室把空气给弄脏，怎么让大小姐在这里好好工作啊？在座的都
是优秀毕业生、高知分子，没想到你们体面人背后竟然也是这种令人作呕的势利嘴脸。我就势利怎么了？你个中专毕业生能混到我们部门，一看就没少在暗处努力吧？但我告诉你，我们商务投资部不是你随便和中老年男人睡睡就能混进来的地方。像你这种活在阴沟里的过街老鼠，只配在厕所办公。你什么你呀？你凭什么弄我？今天不是大小姐在，再有下次，我剜掉你的狗眼！行了，陈月，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你靠那种手段上位的，就别怪大家嘲讽你哦。哟，大小姐，这是琳达的朋友，长得可真帅。是未婚夫。您都订婚了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大小姐呀？肯定是什么财阀公子吧？什么财阀公子？我看就是一个眼光瞎的凤凰男罢了。哎，你个臭包姐，你喷什么粪呢你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看呢，就是嫉妒大小姐有一个年轻帅气的未婚夫。臭保洁的，真是糟了咱们办公室。大小姐，快把他开了！不着急，看他那副洋相，也挺有意思。大小姐，抱歉，来晚了。苏管家，事情调查的怎么样？查到了。处子前2天他的账户收到一笔父亲后面去的那位夫人魏云的一笔总账，处子来的恒信集团就是他的手笔。我猜也是，能把手伸进恒星集团的，估计只有那个害死我妈的女人了。不过他让楚子冒昧隐蔽我的身份，究竟有何用意？苏管家，你调查的再仔细一点。我怕他用害死夫人的手段再加害你，所以说在你身边安插了一些暗卫。但是刚刚暗卫来报，说是你身边还有一个，貌似是沈总。沈延安，大小姐，在你的婚宴上，沈总弃婚出国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合常理。照你说，你们2个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沈总又视你为珍宝，怎么可能在夫人去世的时候抛弃你？哎，那不是那臭保洁吗？他对面那个是苏海生苏董。苏海生苏董，他一个臭保洁的，怎么会和苏董一起喝咖啡？难道他和苏董是那种关系？哎，也难怪，一个中专学历的臭保洁能混进我们公司，还是核心部门。果然有鬼！小子，这苏海生在当恒星副董之前，他不是你家管家吗？这大庭广众之下跟个臭保洁的勾勾搭搭，简直有辱问题。小子，把这个苏海生跟那个臭保洁一起看。不要闹这么大了，可能有什么误会呢？小子，这2个人就坐在一起喝咖啡了，这事还不大呢？非得2个人睡在一张床上，这才大事啊！给你出个气，让这个臭保洁知道，就算有关系，他这种没学历、文化低的人，都会不会改变。哎呦，陈月，你早说你和苏董搭上关系，早说就没有这误会了嘛。你那是苏董。哎呀，陈月，你就别装了，公司论坛都传遍了，你单独和魏总楼下单独喝咖啡，哎，我都懂。以后啊，你就不用当保洁了，你还是正常的投资经理，在工作上有任何问题，在业绩上有任何的麻烦，随时找我。嘿嘿。公司论坛不是那个月，
之前都是误会，今后大家都是同事。小月呀，不懂这一行，是新人，以后大家多多关照啊。小月，你好好干，我办公室是在那，你随时有问题来找我，多沟通。嘿嘿。那个不是魏主管。哟，陈月，你还挺有两把刷子的嘛，都能当小资管家的情妇。我当小资管家情妇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自己看。我们本来想让小资开了你的，可是小资心软，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呀，可以开过自己的门，在我们这儿呢，你就是我们的公用保洁。行啊，我当保洁可以啊，不过我怕你没那个命受。哎，你臭小三儿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今天啊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权威。小资，把它开了。办公室的不好吧？小资，我知道你后面不敢说是你的老管家，不想对付小三动手，这行为太嚣张了。小资，快动手啊！楚资。你冒名顶替恒星大小姐的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如果你再得寸进尺，今天的事情就没这么好解决。冒名顶替大小姐，你真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狗胆高天的？我们小资可是千真万确的恒星大小姐，你凭什么就确定她是真的千金大小姐？你是听见公司高管喊她了？还是亲眼看到他和老陈董的血缘证明了？这小资送我们礼物了。对，小资送我们的礼物呀，可是个顶个的5位数。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小资送我的国外知名天才设计师薇薇的得意之作，价值15万呢。15万？我看是15块吧。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你敢打？打你就打你了，你在挑日子吗？我制作的香水从来只有1瓶，正因稀少所以珍贵，而这瓶香水的正品我已经送了。陈月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什么你做的？这可是国外著名神秘设计师的大作，难道你说？你就是那个神秘设计师 Vivian， 正。你个臭小三，还真快有意思啊！我敢问，你还真敢答？你这个小三儿打的，还冒充起国外知名设计师了。你一个中专毕业，怕是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。哎呦，小资，跟这种人当同事太丢人现眼了，快把它开了吧！我设计的香水，每瓶香水的底部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，在官网上都可以查询到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查一查。你这话说的还把自己当真了呀？查就查，我如果查出来这瓶香水要是真的，那你要赔我15万，并且要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请便。不仅要磕头跪下道歉，还得用手捡这个碎玻璃，然后亲口吞下去，不然呢，我们小资可不会原谅他。怎么样，达到了吗？这臭小三可以吞玻璃了吗？那就不错，肯定行。竟然真的是，你真的是那个神秘设计大师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中专毕业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天才设计师？我明白了，他肯定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香水的信息，搁这装呢。这个码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官网上怎么查不到啊？这个香水真的是假香水吗？小资啊，这个码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官网上怎么查不到啊？这个香水真的是假香水吗？糟了，这香水就是我在 PCC 买的，我哪知道还有什么编码？
可能是助理买到假货了。该死的，我都跟他说了，第一天上班得送大家点好的，没想到。这样啊，下周我再给你买瓶新的，这次我亲自去专柜给你挑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嘛，小子你人可真好。看看学历高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嘛，三言两语就被糊弄了，看得见得出。臭小三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不是说你是恒星大小姐吗？我好像听说恒星大小姐在山顶有一套6个亿的顶级豪宅，要不你带我们去见见世面？6个亿的豪宅？小子，你居然有6个亿的豪宅？6个亿，那得有多豪华呀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6个亿。哎，小子，快带我们去看看，正好啊，打打某些小三的脸。正好啊，打打某些小三的脸。哟，怎么不说话啦？不会是有些人害怕被揭穿假千金的身份，怂了？怂什么怂？陈月，你当然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爱吹牛呢？啊？正好你来咱们公司啊，咱们还没有一起团建呢。这次咱们就成为一起小三，大家团建。行啊，周末我来安排，到时候大家都来啊，都来。6个亿的顶级豪宅，我哪去给你找6个亿的顶级豪宅啊？你是真传还是假传？你没看出来陈月在炸你吗？所以这套房子根本不存在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周末大家都要去了，要是被大家发现我不是恒星集团大小姐，魏太太，我可是听您的吩咐在顶替陈月的身份，您可得帮帮我呀！没脑子的蠢货，我让你假扮恒星大小姐，是想让你把陈月摁死在小职员的职位上，没让你干出这种装逼的蠢事啊！这事我不会帮你，自己惹出来的祸自己背。自己惹出来的祸自己背。魏太太，魏太太，怎么办？如果我的谎言被戳穿，他们发现我不是真的恒星大小姐，那这个魏云恐怕也会把我当做弃子抛弃，到时候我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。妈，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找了一个夫人去保姆的活儿？楚芝，这是别人的房子，你这样是不是不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就用1天，反正你的老板也不住，不如便宜我。6个亿的大房子，果然气派，也不知道你老板怎么想的，好端端放着6个亿的别墅不住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藏起来，我去接人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！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庄园。这恒星集团不愧是全球首富，就是阔气。这不是沈延安当年给我准备的婚房吗？这某些小三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这房子太牛，把某人吓傻了？哎呀，你就别说了，给某些小三留点颜面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来迟到了。没事儿，主管，这小资还没来呢，你不知道吧？他这庄园山下到这足足有5公里，小资他就算是坐车也得10几20分钟呢。臭小三你就别乱看了，再看这房子也不是远。这月亮所可是高科技同模所，只有主人的眼睛才能打开。你呀，就别自取其辱了。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哎呀，我可是做过功课的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房子呀，是沈氏集团少爷专门送给大小姐的，因为大小姐啊是他心中最美丽的女人，所以呀，特地花了1000万定制了这个锁。1000万的锁，那这安保系数得多厉害啊！陈月，你个没眼力劲儿的，离这锁远点儿，别到时候识别失败了，这锁呀会自动报警的。瞳孔识别正确。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该死，还说是什么人脸识别的高级锁，竟然这么容易就坏了。原来是坏了，我就说嘛。我就说陈月怎么能打开这锁呢？就是。
时候也不早了，带我们进去参观参观吧。走吧，大家随便坐，随便参观啊。哟，小资，你们家可太豪华了。这落地窗，这地板，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6个亿的豪宅，装修当然是顶级的。哟，还有保姆呢。这保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难道是沈安新请的？不是让你藏起来，别丢人现眼吗？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哎，赶紧走，别碍眼。小四啊，以后你得多提携我。哎呀，魏主管，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？太有点渴了。楚子，家里有水吗？刚进门没2分钟就口渴，某些乡巴佬可真是少人太。哎，我也渴了。小资，我听说你们有钱人喝水都可贵了，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今天啊，就让你们见见世面。水在哪儿啊？柜子里啊。不能叨哼，2000一瓶，走开。我去，2000一瓶的矿泉水。这个牌子的水我只在电视上见过。水不错。我们晚饭吃什么呀？小资既然能用2000一瓶的矿泉水招待我们，相比安排的晚宴，肯定也不会差。哎，现在呀，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，是吃海鲜大餐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正是北海道和牛最鲜美的时候。这北海道的顶级和牛，听说有10万一瓢，而且每头牛啊只挑最精华的几百克拿来售卖。而且好像是说要吃正宗的北海道顶级和牛，得提前8个月的预约呢。既然楚小姐能请我们喝1-2000一瓶的矿泉水，那想必10万一片的顶级和牛应该也不在话下。那我不是有口福了？不知道这10万一片的和牛和普通牛肉有什么区别？小资啊，你今天可得带我见见世面。这陈月真是给脸了。我有没有10万一片的和牛，他能不知道吗？该死！主管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啦。女儿，我去哪里给你买10万一片的和牛啊？你随便买个20块的牛肉就行了。陈月就会装逼，我不信他还真能尝得出来普通牛肉和和牛的区别。主管，这个牛肉怎么样呀？不错，肉质紧致，口感层次丰富，不愧是顶级牛肉啊！哈哈。哎，小资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牛肉，我得好好拍照打卡一下。来，来，3、2，哎，陈月，摆什么臭脸呢？东西太差，没必要合照了吧？陈月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可是10万一片的顶级牛肉，10万一片的顶级牛排。我看这也就9块93片，还包邮的合成牛排吧。陈月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陈月，你不能因为你身份低微，没吃过这好牛肉，你就污蔑小资吧？就是，人小资可是千金大小姐，这里一个盆就价值好几万，不至于用那些假牛肉来敷衍我。正宗的顶级北海道和牛牛排，肉质是呈雪花状的，油脂含量达到60%，入口绵密如雪，吃起来像在吃肉味的豆腐一样。这肉还带有筋膜，怎么可能是北海道牛排？还真是啊，厨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就给我们吃这种垃圾？难道你是看不起我们吗？哎呀，主管，你别听陈月那个乡下人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厨房里边应该还有几块北海道。什么？哎，陈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竟然真的有牛排！小资，陈月怎么知道你家里有什么呀？我们家冰箱确实有几款牛排，
他就是瞎猜的，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没错，这小资啊是有钱人家，喜欢清淡饮食。这冰箱里有牛排嘛，很正常。他陈月呀，就是猜的吧。哎呀，魏主管，这会儿陈月拿的就是我平常吃的普通牛排罢了。快住手！这就是少爷前几天特意让人送来的10万一片的顶级河流，不能动啊！10万一片的顶级和牛，小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楚资，我知道你是恒星集团的大小姐，心高气傲，但毕竟我们跟你是同事，我也是你的上级。你就算不愿意拿出顶级和牛来招待我们，也不至于用这么拙劣的谎言吧？魏主管，我没有，都是你这个臭保姆，竟敢背着我把顶级牛排藏起来，给我的领导和同事吃那种劣质的牛排！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我打我们家保姆，关你什么事？小金，谁许你这个臭保姆这么直呼我的名字的？楚资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贪慕虚荣、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儿，没想到你现在连老人也打，坏到骨子里了。当小三？当小三的不是你吗？够了！今天这场闹剧我看也够了。楚资，道德败坏，欺压普通员工。魏主管，对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的员工恶意相向，工作上弄虚作假，一整个官僚做派。还有你们，都是985的毕业生，一门心思不好好放在工作上，一门心思的攀附权贵，怪不得恒星这4年的业绩毫无增长，原来是养了你们这群败类。陈月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宣布，恒星集团投资业务部全体裁员。陈月，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说裁员就裁员，你又把自己当做什么草？就是攀上个小苏总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少奶奶了。我们恒星集团真正的大小姐楚资还没说要开我们呢。就是小资，快把这个不长眼的开除了。小资，我知道你是看在苏总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开口，但陈月这个中专生招进来本来就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定，现在还这么嚣张，再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还真不知道公司信什么。你把他开了，再和苏总说明情况，特别是说清楚他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。小资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快点给总裁办打电话，把这个不长眼的开除了吧。他开除不了我。什么叫开除不了你啊，陈月？你以为你多牛逼呢？你不过就是给一个半入土的老头当了小三而已。小资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小资，快开了他！如果我说她不是真的千金小姐，绝对不可能。苏管家，限你3分钟之内给我到金鳌别院来，拿着解聘书，我要开一群眼高于我值深浅的废物！废物！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主管，不可能。哼，这根本就不是苏总的手机号。我就知道陈月，装腔作势的贱人。要不是魏总管有苏总的联系方式，我们差点就被他骗了。苏海生给你们的只是他对公的手机号码，而这个号码才是他的私人的。吹什么牛？小资，我是真看不惯这个贱人的嘴脸。牛都吹到这个份上，也算是他有本事。快叫保安把他赶出去！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小资，你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奇奇怪怪的？难道你真跟陈月说的一样是假千金？当然不是。放心，我现在就把他赶走。陈月，你要识相的话就自己走。你再走就……不然就怎么样？你也不想你做4年黄脸婆的事被大家都知道吧？你若是敢拆穿我，我就让这件事情全公司都知道。楚资，我告诉你，4年前我选择放弃事业，回归家庭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如果你想用这件事情威胁我，很抱歉，没可能。
你小子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如果顾建成要跟你抢了赔钱货的抚养权呢？顾建成和他们势力远的老妈可是一直想把你那赔钱货卖到你的店去。你说他细皮嫩肉的，要真被卖到你，能经得住几个男人的吻啊？能经得住几个男人的吻啊？竟然敢打恒星大小姐，陈月，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！保安，把这个贱人赶出去！看谁敢！沈总，苏总，沈总，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投资天才，之前只在财经报纸上见过，第一次看到真人，好帅呀！可是他来这里干嘛？你傻呀？沈总是咱们星辰大小姐的未婚夫，他来这儿摆明了是给她撑腰的呀。沈总，刚刚这个疯婆子突然发疯殴打楚小姐，但我已经及时制止了，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一会儿警察就来把她抓走。是，沈总放心，我一定会严加处置这件事。等回公司，我就通知人事把这个疯婆子给开除了。你们不但要报警抓她，还要把她赶出去。你们还真有意思，要把自己的总裁给赶出去。总裁？沈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明明小资才是大小姐，这小三就是狗就是狗。有礼貌的大小姐，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冒充大小姐，苏总，这怎么可能？您是不是认错了呀？冥顽不灵，愚蠢至极。大小姐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全部开除。你们把这个解除劳动协议给我签了，都给我滚！苏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我进公司这么多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您饶我一命吧！啊，你就不能收敛一下你的做派吗？啊，早干嘛去了？陈月，不，大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饶我一命吧！您饶我一命吧！你走。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不能走！你怎么会和苏管家一起来？让你见笑了。王子殿下，你可以用石油控制全球，而我也可以用芯片，让你们国家经济崩盘。巧合吗？陈云，你要是想要这赔钱货的抚养权呢，就赶紧回顾家一趟。妈妈接我，接我。妈，你说那小贱人会来吗？放心，他这么宠这个赔钱货，他知道赔钱货在我们这儿，肯定会来。我的小福星，用你的小命换你妈的5000万，奶奶我呀，真是爱死你喽！哟，终于来了，还带着奸夫呢。顾敬成，再怎么说安安也是亲女儿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手的呀？亲女儿？我呸！就你那水性杨花，同时勾搭好几个男人的德行，这赔钱货是不是我儿子的种，还不一定呢。你5000万，我就让我儿子把这赔钱货的抚养权让给你。5000万，你会来？你想疯了吧？不愿意出，那我就只有抢了小贱人抚养权，卖给缅北的人贩子。你敢？呀，有姘头在就了不起。陈月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有老板姘头护着你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家阿成还有恒星集团的大小姐儿媳呢，搞得好像谁背后没人撑腰一样。这5000万你出也行，不出也罢，反正都得进我顾家的口袋。这5000万你出也行，不出也罢，
反正都得进我顾家的口袋。小月，我劝你别自讨苦吃了。就算你现在报上有钱人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已经4年没有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。你说到了法院会拿不给钱的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妈把这个小店主卖到缅北，就赶紧给钱。陆建成，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妈宝男，没什么坏心的，没想到你现在心思比他还黑。行，你们不是要我先卖房子，我给。爷，我今天出门走得着急，没带这么多钱。没事。要钱是吧？自己写，马上签离婚协议，去领离婚证。走。沈岩，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金耀别院，你为什么不来？还有，当年你离开是什么原因？小月，我妈妈，安饿了。我先回家了。总之，今天谢谢你。小月，我爱你。再不出来，对呀，5000万都到手了，是啊。来了，出来了，小子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别问那么多。那个小子啊，我们家建成已经和陈玉那个黄脸花离婚了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，安排我们2家吃个饭，见个面，也好早点定下你们的婚期呀。是啊，楚子，结婚我会对你好的。楚子，你这骗子还敢在这儿晃悠？干什么呢？你谁呀？敢打我儿媳？啊，你儿媳？没错。既然如此，赔钱吧，600万。什么？小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作为楚子的婆家，还装傻呢？楚子冒充恒星集团大小姐，被真正的大小姐戳穿，害得我们把工作都丢了。你们这事儿不给个说法，说不过去。小子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我还有什么想？你们不能走，赔钱。你知道我嫂子是谁吗？等我嫂子来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我管你嫂子是谁，再不还钱，我这2个小弟还等着你。小妹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们唐三师来了，我嫂子来了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等我嫂子来了，我一定让你们好看。小妹，你没有嫂子了。我没有嫂子了，那个贱人是个假货。妈，你在骗我，妈妈，你在骗我，我怎么办呀？你们在这给我唱双簧的，是不是？啊！再不还钱，我就送你们3个地下团圆。哦，你可是我亲哥呀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呀！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厨子那个贱人骗了我，我现在工资全被停放，我也没有钱了。刚才陈月那贱人不是给了5000万吗？5000万？金哥，别怕，5000万。行，这钱我收了。不是3000万吗？为什么收我5000万？5000万只是利息，剩下3000万，下个月1号我会过来再拿。妞儿，哥走了。妹，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妈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恒星集团求恒星集团董事长跟我们签约，只要滞留那批货出去了，我们顾家就翻身了，妈。妹，你别哭了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小妹妹，您行行好，这样我就见你们总裁一面，您放我进去，我给你500万。先生，您能不能不要再打扰我们工作了？小妹妹，这怎么能叫打扰呢？你听我说。总裁来了，快去看看。
不是。这就是恒信集团新任总裁，好年轻啊！不止年轻，还好有气质呢。是啊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小姐，也不是什么总裁，他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臭婊子罢了。陈月，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是好歹夫妻一场，我不忍心看你再这样骗下去。趁真正大小姐没来之前，你赶紧走吧。走？我走去哪儿？我劝你还是不要明言鬼语，真正大小姐来了，你该接受灭顶之灾了。大小姐，需不需要我叫保镖把她架走？不用，漂亮小丑而已，不必理会。陈月，我好心相劝，你说我是跳梁小丑，还有，就是你这个姘头，我知道你跟我离婚了，找不到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但是你也不能找这种半截深深入土的老头吧？陈月，你敢打我？顾建成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前你就一直坚信楚资那个小三儿才是恒信真千金，离婚后你又觉得是我攀附权贵才获得如今这一切。能动动你那身上的脑袋，好好给我想想。恒信总裁姓陈，怎么会生出一个姓楚的女儿来？陈。总统，桂兰姐，听说你儿子今天到恒星集团去谈一个大项目，这个项目能谈下来，你们顾家那不是要一飞冲天呐？那可不。哟，儿子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谈的还顺吧？您天天在家，就不知道收拾一下了。哎呀，我是你妈，又不是保姆。再说了，这家务活以前都是陈月那废物在打理的。原来所有家务全是陈月一个人干。不光整个屋子，她还要洗我们一家4口的衣服，凌晨3点起来做饭，接送那个赔钱货，还要给我按摩肩颈，还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哎呦，慧兰姐，你可是玉玺有道啊！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今天谈的不顺利啊？你害惨我了！我怎么？陈月是恒星集团大小姐。你儿子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陈月不是个孤儿吗？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娘家那桌一个人都没来。她什么狗屁大小姐啊？她当时是跟家领导翻了才嫁给我的。什么？儿子，你是在骗我吧？我今天去恒星集团，看见林州地产的老总和福州地产的老总叫陈月小陈总。哎呀，慧兰姐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明天妈陪你去一趟恒星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现在我们顾家有难，陈月不乖儿媳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对，妈，您说的对。陈月，你陈总，我说了没约不能进，但这3位非说是你的婆家。不用，我确实认识他们，不过不是婆家，是仇敌。仇敌？陈月，你这说的也太难听了。我儿子和你结婚7年，顾家也没亏待过你啊。就是，是我妈我哥宽宏大量，就算你说顾安安怎么给赔钱货，我们家可没把你赶出家门。李慧兰、顾荣，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这几年你们是怎么对我和安安百般凌辱的？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小叶，你也别太敏感了，我们都是良善的人，怎么可能对你做那样的事儿呢？在我心里，你和小荣都一样，都是我的亲女儿。需要我提醒一下你们吗？我和顾建成已经离婚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可不兴说离婚这种话。妈知道之前呢，你对我们家有些误会，可毕竟你和建成生了一个宝贝女儿。嫂子，要我是你的话，就赶紧趁我哥低头的时候复婚，
毕竟在市面上像我哥这样的优质男可不多啦。陈月，只要你同意复婚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。不计较？顾建成，我陈月和你结婚7年，照顾这个家庭勤勤恳恳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跟我谈哪门子不计较啊？你可给我哥戴了2顶绿帽子。我看某些人倒打一耙的水平还有点高啊。是谁当初没离婚的时候跟小三勾勾搭搭的？是你哥吧？之前我是被楚字那个贱人骗了，更何况哪个男人不犯错？如今我已经浪子回头了嘛。浪子回头多难得呀，小月，我儿子啊对你可是动真心啦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人不要脸起来是没有底线的。陈月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林强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什么妖魔鬼怪的给我放上来！限你1分钟之内，你滚上来负荆请罪！妖魔鬼怪，陈月，我可是你婆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是总裁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按照孝道，你还得给老娘端屎盆子，帮顾家解决5000万的欠款。5000万？原来兜兜转转这么大一圈，你们是想没钱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顾家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别说5000，5毛钱我都不给。如果你们再敢来骚扰我，你信不信我这里的顾家分分钟破产啊？陈月，你这个女人心好狠呐！好歹你也跟我儿子做了7年的夫妻，更何况这5000万是你们结婚的时候欠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夫妻共同债务。夫妻共同债务？林慧兰，你确定要和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谈法律吗？王柱，给我把法务部的人叫过来。今天我要好好治治这些敲诈勒索的流氓。是，敲诈勒索？这不是怎么就成了敲诈勒索了？哎呀妈，你跟这种女人废话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女人不听话就该打。总裁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没点眼力见吗？居然把这种刁民都放进楼里来！立刻马上给我把这几个刁民踢出恒星集团！带走！陈月，你拽什么拽？你不过是被人玩了啊！真的会有人要你吗？我要！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见你嫁给我的样子了。月月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嫁给我的样子。当初你在我们订婚前夕不告而别，如今怎么？李小姐，当年所有的抑郁症，抑郁症？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月月，你都过去了。你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的是一个已经康复的沈银安，一个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爱情的沈银安。可以给我个机会吗？让我照顾你和我。别搬！你们别搬我家的东西！你们干什么？别搬！啊！妈！你想想办法呀！你想想办法呀！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呀！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该求的人都求了，没人乐意借我钱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们现在连房子都没得住了，你个贱人，居然风风光光的和那个少作家结婚，凭什么呀？没错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子，你个害我家破人亡的贱人！你就是我那妓女的前夫吧？你是？不要跟我是谁，只要你们能在明日发布会上爆出陈月黑料。什么？你让我儿子在明天的发布会上爆出陈月的黑料？可是陈月毕竟是恒星集团的总裁，我儿子无权无势，这万一……
老太太，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们顾家，那就得拿出相应的成果。只要你们能在明日发布会上爆出陈月黑料，这5000万就是你们的了。可陈月也没有什么黑料可以爆啊！怎么没有？出轨不敬父母，陈月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还不是你一句话。毕竟没有人比你这个跟他朝夕相处了7年的丈夫更了解他。陈月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他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谁都别过。怎么，紧张了吗？我好久没有出席这种活动。没事，我也觉得我。好，我们一起出去吧。小子，我们不会被赶出去吧？放心吧，那魏太太都打理好了。今天这事儿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等一下陈月出来啊，好嘞，走吧。大姐，你们是放子童话还是怎么回事？大姐，方便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？大姐，麻烦回答一下。这就是大小姐。大小姐也太美了吧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恒星集团和星月集团的联姻发布会。陈总和沈总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啊！听说大小姐接手恒星不到半个月，恒星的市值就已经翻了1倍了。现在更是和星月集团的沈总联姻，有这么优秀的女儿，老陈总可是有福了。叔叔，好好照顾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安安和月月的。爸，对不起你，以后好好打理恒星。家主界，家主界方能成为恒星掌权人，老陈总这是彻底要把恒星交给陈小姐手里啊！陈月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婚内出轨也就算了，还害得我们顾家破产，你这是存心不让我们活呀！你这是存心不让我们活呀！怎么回事？这风波是哪来的？大家都看看，就是这个男的抢走了我嫂子，我哥和陈月结婚4年，非常恩爱，还有一个孩子。但自从这个男人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陈月非要跟我哥离婚，还逼得我们家破产呢。原来陈大小姐消失去几年是去结婚去了，不过为了回归就抛夫弃子，这人品未免有点太欠缺了吧？我是陈月的同学，也是她丈夫顾建成的合作伙伴。我可以证明，陈月和顾建成是有一段婚姻。陈月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给不了你优越的生活。但我这几年兢兢业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这5000万是我们小家和抚养安安的钱，我对安安视如己出。如今现在沈安安回来了，你们想破镜重圆，跟我离婚，好，我同意。但是你不能把5000万的账款绑在我和我妈身上啊！你让我们怎么活？没想到陈大小姐是这样的人。老爷子把恒星交给这样的一个继承人，未免有些太欠缺考虑了吧？陈大小姐既然对她丈夫都这么狠心，让她上位，对下面的股东，那岂不是更……小月，不都说已经处理好了吗？怎么顾家又闹到这儿来了？看把你爸爸气的！什么？陈太太的这句话岂不是印证了刚刚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？陈大小姐不仅抛夫弃子，还让丈夫独自背上了夫妻共同债务。明天的热门新闻有了，快拍！老爷子，您看宴会是不是要取消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我的宴会上说话？想妄图侵占我妈的资产，我告诉你，下辈子。之前我只觉得你们顾家利欲熏心，被贪欲迷了脑子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你们还真是疯了。
建成，我问你，这5000万是我们的夫妻共同债务吗？当然是。我儿子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小家才欠了钱。陈月，你休想摆脱关系。好，顾建成，那我再问你，你我之间到底是谁出轨？自然是你，陈月，你这奸夫就在你身旁呢，你还装什么呢？我早料到了以你们顾家人的秉性，今日会来闹事，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些防身的手段。如果不是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我是不会拿出来的。防身的手段，好啊，陈月，原来你一开始就准备报复我哥。大家可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的鬼话，这个女人谎话连篇，心狠如铁。她这是不想让我们一家3口活。我看谎话连篇、心狠如铁的是你们顾家人吧？陈月，你居然在玩具里放了监控！从我第一次在安安身上发现伤痕的时候，我就安装了监控。也幸亏我安装了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够知道你们顾家虚伪奸假的面容呢？顾安安，这大晚上你不睡觉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偷手饼干的啊？妈，安没偷吃。他没偷吃，你看他贼眉鼠眼的，不是他偷吃的，谁偷吃的啊？小耗子偷吃我饼干！你干什么呢？给小孩吃什么鸡刺儿？没看我妈碗里还空着呢吗？我今天做的菜多，我这个还得吃这个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我挣点钱容易吗？好家伙，陈大小姐钱婆家也太刁钻了吧！何止是刁钻，孩子都瘦成这样了，这老婆子平日里没少克扣孩子的趋势吧？污蔑！这都是污蔑！这都是你陈月恶意剪辑。平日我对安安很好的，我拿她当亲生女儿，我妈对她也很好的。没错，我一直把安安当自己亲孙女对待，我怎么可能这样对她呢？陈月，你好狠呐！你把我顾家逼破产还不够，你还这么污蔑我，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就是啊！阿姨，陈月，你看你把阿姨气成什么样了？我理解你有了更好的选择，要和顾大哥离婚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啊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，我原先也是沈氏的商务总监，就是因为陈小姐她一直怀疑我和顾先生有染，就把我从行业除名了。这些天我在江城都没法生存了，我也是不想我身上的惨剧在顾大哥身上再发生一遍。主子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今天的宴会的，但讲话做事最好得有真凭实据。继续说。那我骚还是你老婆骚啊？当然是你啦。我想也是，那陈月就跟个木头一样，看着就没兴趣。你个小东西，谁让你偷听的啊？你爸正在给你找有钱的后妈呢，等你爸把你那没用的钱妈给蹬了，我们顾家就可以飞黄腾达了。顾建成，我问你，这到底是你出轨，还是我出轨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尽心尽力，我对我们这个家庭，我对我们的孩子付出了多少？可你不仅背叛了我们的婚姻，还在得知我总裁身份之后，对我进行敲诈勒索。5000万就让我儿子把这赔钱货的抚养权让给你，你想疯了吧？不愿意出，那我就卖给缅北的人贩子。为了钱，连亲孙女都敢卖，这老太婆真不是人。所以各位，为了摆脱这个吃人的家庭，5000万一分不少，我已经打到了顾家的账户上。我为的就是尽快摆脱这一切，可结果呢？他们变本加厉，用我的容忍和后退，变成了肆无忌惮刺向我家人、刺向我女儿的矛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后退了。我决定将这些证据交由警方，报警处理。报警？我们只不过是来参加
发布会的，你报什么警啊？你这不是来参加发布会，你是来敲诈勒索的吧？对呀，敲诈勒索要判几年来着？不清楚，按这老太婆的岁数，估计能炖到火化吧。你陈月，我们做了6年夫妻，你不会这么狠心吧？真的狠心的是你，是你们这个连亲女儿、亲孙女儿、亲侄女儿都不肯放过的顾家。走吧，快去！你不干什么？魏夫人，慢着，魏夫人，楚四，怎么？你认识我这个小后妈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小月，你别听他胡扯，你不要被他挑拨了。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拖走！我和你，陈月，你放过。老公，你信我呀，真不是我安排的，是这些人在污蔑我。魏云，你离婚？什么？我跟了你7年，你要跟我离婚？陈月，是不是你教唆了你？只要你说出实情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都是魏夫人吩咐的，都是她安排的。找记者让人闹事都是魏夫人安排的。她还说，只要你今天身败名裂，等她成了恒勋的掌权人，就要让你和陈老先生去街上当乞丐。污蔑，这全都是污蔑，我有证据。自从你上次在厕所威胁我说，如果不跟你合作，就要让我赶出江城那天开始，我每次跟你会面，我都有录音。那老头早该死了，只要在死之前，恒星这艘大船必须归我。你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帮我搞臭陈月，让那个小贱。陷害！我可以看在你照顾我爸7年的份上，我放你一马。现在给我收拾东西，净身出户！老爷子，我跟了你7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老爷子。没想到小月，她对不起。都过去了吧？恭喜陈总，恭喜陈总正式成为恒星掌权人。恭喜陈总。嗨。小心点儿，慢点儿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老婆。放开我顾建成！还有，我提示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请叫我陈总。老婆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我是受那个女人蛊惑发了大祸，你不会因为我一时错就不要咱们这个小家了吧，老婆？顾建成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如果你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老婆，你别走，老婆，你别在我傻爱父亲的份上再给我5000万吧，老婆。5000万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前几天你找我要离婚补偿的时候，我已经给过了你5000万。怎么，这个钱这么快就花完了？那笔钱被高利贷收走了，我再不把钱还上，我的家就完了，就完了。确实，我也不会让你和你妈流落街头。你放心，顾建成。等你破产之后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工地搬砖的活，还有你妈和你姐，恒星保洁部还差几个刷厕所的，没事的话就让他们去。老婆，区区5000万，你一个恒星大小姐，就是狗狗手指的事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，求求你！别说5000万，5毛钱。我都不会给你！放开我，顾建成！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，顾建成！小月，我们走吧。是你逼我！
成，你想干什么？可是你的亲骨肉。现在想起这个小贱人是我亲骨肉了。我管你要5000万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给我？想想也对，安安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是你和沈嫣然生的，绿了我7年，给我戴了7年绿帽子，我替你养了7年野种。你放我啊！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给，只相信死人的话。哦，对，我给你看样好东西，妹妹，看到没？谁不在乎？顾天成，你想杀了我！赶紧签了，我留你们个全尸。做梦！不签也没关系，按手印也行。放开我，顾天成！妈妹，3000万够咱们还高利贷，不过有3200的高利贷，咱们还是身无分文。这还有一层。顾天成，你想干什么？别碰啊！乖，老实点。把这个手按了，大不丁啊！小东西不听话，今晚我就揍！而且抓紧时间呢，按了手印就可以挖他的眼珠子。就是，老赵的小女儿还等着他的眼角膜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。老赵家的小女儿还等着这赔钱货的眼角膜，取了他的眼角膜，就能换2000万。我白养了你和这赔钱货之后，这叫一份投资，一份收获。你别动我女儿，顾天成离婚，你们简直不是人！别动！哥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还不快手印？妈妹。有了这2份保单，再加上那个小贱人的眼角膜，咱们顾家又要飞黄腾达，过好日子，做高档家族了。临死之前给你留个全尸。住手！沈嫣，你挺有胆量啊！看你干嘛呀？啊！谁说我一个人过来？你敢报警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不然你走。我给你1个，让你便宜，要不然我就把你犯罪的视频交给警察。儿子，还是把他们放了吧，1个亿已经不少了。哥，无口想坐牢啊！钱呢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是这个。算你识相，妈妹，你们走。老板没电了！谁呀？你敢骗我？哥，谁呀？我杀人了！谁呀？你别闹啊！给我上！妈！救命手！你快叫救护车！你快叫救！大小姐终于醒了。你安娜，对，她在隔壁房间。大小姐，你怎么的情绪太激动，不能下手？大小姐，你。老子真慌。大小姐，你不用太自责了，这几年过去了，沈总他会平安无事。小唐，别吓坏我行吗？你没事啊？医生说这血丝年轻不行。没事。小玉她终于有了好的医术。是啊，老爷，您放心吧，有大小姐和沈总在，恒星集团会越来越好的。大小姐，
绑架你的顾家人和撞先生的小姐已经被检察机关拘留，相信很快他们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审判。另外，魏云和楚志，他们人在缅甸，已经失踪3个月。啊，我儿子怎么样啊？爸爸。哎，乖。爸。你是我老婆，他兄弟，也叫我一声爸爸。算你过关。哎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要吃清蒸鱼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糖醋小排骨。好。